金融律师咨询的这些，包括这个互联网这些啊，包括我们的情感生活啊，没有什么不可被替代的啊。就是我开句玩笑，我已经做好准备，我的孩子未来一辈子可能要跟5个 AI 谈恋爱啊，就是挡不住的，挡不住的。我说句实在话，这些根本都不是科幻，这些都是正在发生的事情啊。那么。从这个角度再延伸到下一个话题，叫算法治理，就是说我们的宏观社会会怎么因此这个发生质变？这个事儿也很重要，也有很多人他没想清楚啊。比如说很多人关心这个 AI 到来之后，到底是代替就业多，还是创造新的岗位多？然后到底是我们的经济会往好，还是会往差？那很多人就说，其实你不用担心。你看历史上的工业革命，对吧？这个100年前汽车代替了马车夫，那马车夫失业对人的文明没有太大影响啊，对吧？这就是没有研究过科技史，所以才这样。就你一定要意识到2个问题啊。第一，技术和技术是完全不一样的，你不能把汽车和计算机混为一谈，对吧？就是你只有说你完全不了解技术，所以你只知道一个技术史，然后你混为一谈。一种想法。第二，技术进步的速度也是不一样的。100年前，你技术进步的周期是10年为单位。一个马车夫30岁的时候，汽车出现了；结果20到30年后，汽车成熟了，大家开始跑。这个马车夫退休了，他攒够了养老金，对吧？他不用担心了，他的小孩也不会再赶马车了。因为他30岁的时候，他小孩就知道汽车这东西出来了，将来没有人要赶马车，所以那个时候技术进步的速度跟人类的代际自然传承的速度是匹配的，那当然不会是这样。那今天是啥速度？Transformer 这个模型架构提出来，17年到现在8年 ，ChatGPT 我们22年广为人知，到现在3年，3年给你干到博士了。你能让今天的孩子，对吧？一毕业进个互联网大厂，3年之后被 AI 取代了，完了你说念个博士吧，念了也没用啊 ，AI 进化的更快，所以这问题是根本不一样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呢，就是我们要重新理解技术进步跟这个社会发展的这个关系。那我觉得就是去年拿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阿西莫格鲁教授，他的理论就可以帮助我。因为他说，就是说，你看这个技术能不能创造就业，还是说替代就业？你要看2个事情：第一，它有没有直接创造新任务；第二，它有没有让原来一个很贵的服务变得很便宜，所以能够扩大这个需求。第二个，我们稍微解释一下比如说 ATM 自动提款机，这个技术本身是一个替代银行柜员的技术。就原先你要存取款要你要去银行找柜员后来你有这个机器人，所以它本身应该是一个替代技术，但是这个技术的出现降低了金融服务的门槛，更多人可以享受到去银行开户的服务，不用现金增加的，所以它反而扩招了就业，因为银行的网点可以扩更多，所以招了更多的职业。所以整体来说，你说这个技术在人类历史上，其实它反而是扩张就业的技术。但是你再往前移一步，因为 ATM 接下来是什么？移动支付，对吧？就是移动支付渗透了之后，那你在中国是对吧？90%多的渗透率都有智能手机 ，OK，90%多的渗透率代表着什么呢？你没有新增市场，大家该覆盖到的覆盖到了。你完成了这一步之后。你再搞自动化，这就是代替就业的技术。就好像你现在走到银行网点了，它用机器给你服务，这就是代替就业。所以是创造就业还是代替就业，你要学会怎么分析。那么，按照阿西莫格鲁这个理论呢，我们去看整个人类的工业革命，我们会发现，工业革命其实分上半场和下半场。上半场就是前2次工业革命，以
创造新任务的技术为主，对吧？你想一想，对吧？蒸汽机、火车、电视、电话、冰箱、汽车，每一个新技术都是一个新产品，每一个新产品背后是成千上万的供应链，每一条供应链背后成百上千公司，成万上亿的供应链。所以那个时候技术进步是带来普惠增长，但是从1970年开始，第3次技术革命之后，你发现这一轮的技术的整体上是替代就业，因为它在缩短产能，自动化、机器人、控制论、数控基础计算机等等这些，它是把工程师从流水线取代了之后，他们去做什么？去干服务业。所以你拿这个视角重新的去理解我们工业革命，你会发现很多宏大叙事都是有问题。比如说我们教科书上过去说发达国家的典型特征叫做经济结构里边以服务业占比高所以我们也要把服务业占比提起来，这个是先进。但你仔细再去琢磨一下，它不是说服务业占比高是它先进，而是你自动化把工人赶去服务业了。就好像今天对吧，你35岁被优化了，本来你看互联网35岁被优化了，你回老家开餐馆，一个意思嘛，对吧？所以就是这个才是我们说今天技术进步跟人类就业和普遍福祉之间的关系。我们不能再用上半场的那个旧的思维去理解，因为技术属性完全变了，技术进步跟普惠性的东西、大众福祉的东西，可能正在脱钩。所以就是我们从这样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前2次工业革命和1970年代以后你会发现对人类社会整个完全不一样，因为你创造就业岗位的时候，人的整体的那个对未来的预期也会乐观乐观之后你会干一件什么事呢？你会生孩子，生了孩子之后呢，你会迎来一个金融扩张周期，因为年轻人他有更多的消费需求，他要买车买房，他要贷款。但是自动化以后大量的制造业岗位没有这个新的岗位、优质岗位集中在少数，比如说程序员，比如说金融然后呢，你为了去卷这些岗位，你要多念几年书，你要念个硕士，你要念个博士，完你30多岁才生孩子，然后呢，整个社会老龄化，老龄化自然引发金融萎缩，因为老年人没有那么多的贷款需求，所以你会看到这样一个周期变化非常明显但是我同时还要说一句阿西莫格鲁先生没有见识到中国过去10年发生什么，就是我们刚才说对吧？这个在美国，然后从流水线身边被赶走的人去开卡车司机或者去这个麦当劳收银，在中国，他们被推荐算法接管。那我们今天说所谓的零工经济、灵活就业，大概中国9亿劳动力，然后2亿灵活就业。然后滴滴司机、美团外卖、顺丰快递、抖音短视频、自媒体从业者，是推荐算法养起来，而且推荐算法是代替市场进行一次分类，对吧？你道理很简单，对吧？你原先你在路边打个车，那个司机一来司机问你去哪儿，你说去龙岗，司机说不去这个是个自由交易，对吧？这是个市场交易。今天这个事儿已经不存在了。今天推荐算法直接给你匹配，你也不能选择谁带你，他也不能选择他拉手而且更吊诡的是，推荐算法给你分配的挺好我没开玩笑，有一句话叫做今年中国月收入3%的人正在外面给我们送外卖。中国9亿8.8亿劳动力，缴个税6500万，个税起征点1个月5500万占8.8亿的8%，然后说第二档8000块一个月，个税第二档占3%。你现在去注册一个美团乐宝，你基本上在一线城市就是赚8000一个月，8000到1万多。所以推荐算法
分配的这些人，他比他进场挣的钱要多，这是个事实。就是当我们在聊这个赡养人类，对吧？就是我们在被科学上面赡养的时候，我们没有在聊科幻小说，我们在聊的就是外边正在发生的现实。中国月收入 top 3%被推荐算法分配到那儿给我们送外卖，所以未来这个时代，一方面确实艺人公司、超级个体是有一个趋势。今天你拥抱了 AI， 你可能抓住这个趋势。所以我说就是，比如说今年像这个那个 Cloud Code 出来之后 ，Web Coding 就是自然语言编程这个市场，基本上就是程序员的自媒体时刻。就20年前微信公众号刚出来的时候，你原先在报社，你在电视台，你觉得只有你有资格写新闻啊？自媒体出来之后就不是这样啊。今天你以为你是程序员，所以只有你能写程序。AI 出来之后就不是这样的，程序员正在迎来自媒体时代，但是同时跟超级个体成立还有超级品牌，就像跟微信公众号同时成立的还有微信啊，所以就是我们将来会面临这两个东西齐步生长，而没有拥抱这个大势，就变成了零工经济的一员。就是未来很可能，今天的零工经济有2亿人，未来如果更多人的就业被 AI 取代，那可能是4亿人，甚至6亿人，对吧？因为你将来你写一个简单的程序，或者你做一个简单的设计，或者你甚至创作一个漫画，甚至拍一个短剧，都是可以在 AI 的帮助下很容易完成的。这个时候谁来干都一样，就好像滴滴司机谁来开都一样。那你可能就是推荐算法直接给你分配，然后让你去找这么一个未来程序员，然后电影导演，然后咨询，然后初级的法律工作者等等等，都可能成为零工经济，就是跟滴滴司机没啥区别。所以我们仔细想一想这个技术属性带来的时候，我们会跟我们习以为常的那种技术进步主义、技术乐观主义，我认为会有很大的差别。最后一个就是讲到超级智能到来这个事情有点科幻这个我不打算展开讲我想讲一个就是让可能大家更关心的事情，就是什么呢？就是AI 时代的教育问题因为我认为 AI 来了之后呢，有一个极其重大的意义革命，我把它叫做第2次哥白尼转折。什么意思呢？就是哥白尼我们都知道，对吧？哥白尼以前大家觉得这个宇宙的中心是地球，哥白尼以后这个中心要么是太阳，要么是别的，反正不再是地球。我觉得 AI 至少目前来说，已经对99%的人造成这个效果。我们在 AI 以前，我们自己认为自己是人类是地球上最聪明的物种，所以我们的意义感、我们的尊严感、我们的价值感，很大程度上是跟我们的智力表现挂钩的，对吧？我们觉得这个人聪明所以该着他当大官，该着他挣大钱，这个事情是正义。但是在 AI 到来之后，对于99%的人来说，如果你还把智力表现跟价值感、跟尊严感、跟意义感挂钩对不起，那你会有生命危险。我没开玩笑我有个朋友的孩子今年高考，他妈为了激他，初中3年、高中3年陪读了6年的时间里，这个孩子没有一天自己收到时，没有一天的醒，没有一天能够请自己同学来家里，然后今年考又不好，然后读的这个专业也不好，然后毕业之后大概率被人工智能取代实用。那你可以想象一下，这孩子毕业的时候20来岁，人生中1半的时间都是痛苦。我说毕业的时候，如果这个孩子一没有想自杀，二没有仇恨他的父母，我就算这个孩子天性丑。那我们都知道，人的价值感来自于就是你能够为别人提供什么东西，而在 AI 面前，如果你没有办法提供什么东西的时候，你没有理由爱自己，你找不到生命延续的意义是什么？是有生命危险的，没开玩笑所以我说我们要有一个观念，
转变是什么？就是至少人类，我们为自己说一句话，我们为自己树立一个价值观，其实还是没有问题。我们应该干什么呢？我们应该把我们的尊严感和意义感和价值感跟智力表现脱钩。就我认真的跟在座的各位，如果你们父母，如果你们的孩子现在在玩泥巴，他可能将来比那个正在做题的孩子要活得更好，因为他知道怎么给自己创造快乐啊，甚至如果他玩泥巴感染到了别人，他都知道怎么给别人创造快乐。而对未来来说，99%的人来说，快乐是个稀缺资源，对吧？你今天活着多难受啊！今天对吧？要是有个人讲的东西，对吧，能让你笑一笑，你得给他付多少钱，对吧？好，谢谢，谢谢，可以。所以就是人在技术面前，真正应该做的选择是什么？我们改不了技术大师，我们至少可以改我们的观念，我们至少可以把我们未来这一代，如果他是将来被 AI 代替掉的那99%，至少有一条，他是快乐成长，并且度过他的人生。在未来这个时代，痛苦是没有意义。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有的时候 AI 像一面镜子，它照。